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民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中国开始全球出击，100年大变局将上演更多的大戏。最近呢，我在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的网站上看到这两个部门最近的所有的重要活动，可以说这两个部门出现了少见的疯狂加班状态，各种活动是目不暇接。先看外交部在3月10号，中国在北京成功的促成了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和解之后呢，我们的大领导在3月22号结束了对俄罗斯的访问，26号致电巴西总统卢拉表示慰问，28号呢又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通了电话，31号会见了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马来西亚的总理安瓦尔和西班牙的首相桑切斯。在这段时间里面呢，中国的外交部长秦刚也会见了一大堆国家的外交部长和使节。外交部的副部长谢锋也会见了美国黑石集团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邹市明。接着，在4月1号下午，日本外相林芳正抵达北京，2号与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举行了会谈。这是3年多以来日本外相的首次访华，主要讨论如何推进中日两国首脑去年11月份确认的构筑建设性且稳定的中日关系。在这一次面对面的会谈中中国对日本提出了9个明确的要求。尤其指出，美国曾经用霸凌的手段残酷打压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如今呢对华故技重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日本切肤之痛犹在，不应为虎作伥。不知道日本能不能听得懂4月4号，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冯德莱恩也开始访华，后者是首次以欧盟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访华的。中国并没有邀请冯德莱恩访华是他自己主动要求来的。中国经过商议同意他访华。再看看商务部，从3月23号到27号的5天时间里面，中国商务部的部长王文涛密集会见了百威集团、宝洁公司、康宁公司、辉瑞公司、法国开云集团、高通公司、梅赛德斯奔驰集团、宝马集团、雀巢集团、益达集团、苹果公司，还有英国的太古集团等12家知名的外企的高管。在3月26到28号，沙特与中国签署了总投资837亿的盘锦石化项目，并且投资246亿元购买浙江荣盛公司10%的股份。这个公司主要是生产橡胶、化纤和聚酯产品，并且与中国广东省签署了茂名石化项目的合作备忘录。再加上几天前中国和巴西政府宣布的两国达成的协议，允许两国之间的贸易使用本币结算，以及中国成功的促成沙特和伊朗的和解，这些动作已经在海外媒体引起了热议。世界媒体的主流意见是，100年未见的大变局正在走向现实，美国和美元的霸权正在受到实质性的挑战。中国政府的这些行动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背景，是在两会结束以后按照既定计划进行的全球出击。在经济上，美国政府为了应对近几年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疲软，再加上发动对华贸易战，特朗普和拜登两家政府共造成了7.5万亿美元预算的赤字。而美国政府的解决方法就是印钱和发债，已经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美联储持续加息控制通货膨胀，又引起了美国和欧洲的银行业的危机。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正迫在眉睫。同时呢，美国将美元与 SWIFT 体系武器化，对俄罗斯突破底线的制裁已经透支了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信用。美国当前面临着极其严峻的经济局面，如果不加息，则通胀爆表；加息呢，则它的金融内爆。在政治上，俄乌冲突的持久化让西方国家疲态尽显。然而，美国却持续热衷于对中国围追堵截，搞各种峰会，拉帮结派，什么 G7 峰会北约峰会、美洲峰会、美国东盟峰会、民主峰会、4国集团峰会等等。然而，这些峰会却没有什么作用，除了美国的那几个铁杆愿意跟在美国后面跑以外，世界各国都看出了美国的虚弱，单极事件已经无以为继，世界政治格局正在向多极化迅速的演进。世界大部分国家都在为这个前景做着准备呢。就在中国外交部和商务部疯狂加班的时候美国政府也没闲着，
组织召开了第2届民主峰会。但是这次峰会又成为美国外交的一次巨大的失败。峰会的结果简直就是在打美国的脸。在参加这次峰会的121个国家当中，有48个国家拒绝签署峰会的宣言，只有73个国家签了字。而在这73个签了字的国家当中呢，还有12个国家对声明的部分内容表示保留，或者是选择不使用文本的某些部分。美国的面子实在过不去啊！峰会结束了，还在祈求更多的签名，说是为了让参与所有民主峰会的政府或当局有机会批准文本。宣言呢，将在第2次峰会结束以后继续开放供批准。这个结果和世界各色政经人物云集北京相比，哪个代表着世界的发展趋势呢？在新冠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我们能想象目前的这样的局面吗？就像中国领导人对普京所说的那样，世界正面临100年未见的大变局，而中国和俄罗斯能够成为这场变局的推动者。可以肯定的是，今年我们还将目睹更多的大戏。